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刚刚好多人在看我们。你怎么这么淡定？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不出去，跟我来。哇，好漂亮啊！和宴会厅一个角度。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唉，谁不是呢？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love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谢谢你来接我。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不要担心我。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那个地方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曾经志在必得，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如今志不在此。 You'll never forget. 希望 It's only you. 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你知道吗？
自从你告诉我烂尾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宴会结束了，再回酒店了。我明天一早就回，赶得及10点钟的会。啊，西光不用我送，人家有人送了。嘿，2个人出去透个气啊，回来就跟我说，娇娇，我明天不用你送了，我坐林雨森的车。这就有点酸了，他们2个还天天一起上班呢，一起回去不是很正常啊？哎，我这哪叫酸呀？我这个啊，就是正常家长心态。哎，对了，西瓜，一会儿回酒店可别再跑出去又跟小林玩了啊！啊？又约好了？你怎么管这么宽呢？开了免提。哎，好，啊，开了。西瓜，出去玩一会儿可以，12点前要回来，知道吗？知道的，我跟妈妈也说了。我来啦！怎么那么兴奋？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走。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没有哎，不想去看电影，不想闷在一个地方，也不想去吃饭，虽然还没吃饱。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走。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因为喝水喝饱了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的敬酒。还好我喝的是水。哎，你喝酒了吗？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至今没测出临界值。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了。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别翻旧账，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脸怎么这么冷？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我有个停在这里。唐突的提议。什么？江风寒冷，我家就在前面，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我保证准时送回。江风寒冷，可是寒舍听起来也不暖和。主人热情行不行？有多热情？这个问题
不是，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你之前想看的我以前的照片。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走吧，带路。走。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先吃点。待会儿吃，先看照片。那去书房。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福熙老家放不下，回国都寄到了这里。照片有几张，也是留学时拍的，不多。帅是真的帅，锅盖也的确很锅盖。不过你不会没有相册吧？要这么一张一张慢慢找。这个时期的确没整理，小时候的有相册，在爷爷奶奶家里，下次再带你去。我真是笨蛋，老上你的当。怎么能说是上当呢？难道没有热情的主人，没有广东美食，照片不也在手里？你们的课这么满吗？医学院是这样。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没关系，很久了。你要听我说的吗？你想说吗？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可能要很久。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不是有12点的门禁？那倒是，但是
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12点，你可以连载。谢谢。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那时我7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应该是。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从医看多了生离死别，我渐渐地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我直接答应了。我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进入盛源半年，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街的评级。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
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别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弥补，心情平和了。我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现在又拥有了希望。我不想放弃，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过年时，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特别厉害。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不可能。这么肯定？就是这么肯定。好。你这么高兴做什么？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信人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
华裔教授。安排相亲那个？对，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她告诉我，她和她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她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爸，你听谁的谗言？根本没这回事儿。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是啊，兄弟之间开玩笑。你在怀疑谁啊？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盛元还不是你们一言堂。明天把雨森喊过来。好。别在上海玩太晚，早点回去啊。知道了。江叔，你放心，回头来南京玩。舅舅再见。再见。我们去干什么？你不是说要去逛街？我想去逛逛田子坊，还有武康路什么的。丽叔。好的。丽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那我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什么？每次下车之前，但是，如果我们一起下车，也要吗？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希光，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我走了，拜拜。哎，哥，邢杰被爷爷骂了，现在面壁思过呢，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他活该，不干人事。
哥，你女朋友呢？昨天我只跟她打了个招呼，还想认识一下呢。下次在外面吧，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肯定是好事啊！哎，对了，偷偷告诉你们，我爹告的状。你真是卖爹第1名啊！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我是遗传。那我也不瞒着了，我妈也告状了。谢谢你们的共襄盛举。哥，你快进去吧，我们先走了。哎，你等等我。外公，雨森来了，坐吧。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干什么去了？先去广州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接着去了深圳，和设备商碰了一下，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这个方案不吃现金流，反而缓解了双远一部分的资金压力。哦，那你详细说说。有些类似交钥匙工程的逻辑，前期双远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设备方出资研发，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双远和他们利益共享。好，做得好，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经营的要点就4个字：降本增效。这4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着实不易。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坚持不坚持，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他又放不下。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呐。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 PERK 技术，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远脱困，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你要回去当医生？医生是当不了了，做些别的。啊，你终究还是放不下。也好，但是你未来干什么，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我说送就送，你随便处置，你把它卖了，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我都管不着。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你问，你现在就问。现在瑞士才凌晨2点，她正在睡觉。睡觉？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嘿嘿，嘿，你说这年头啊，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老李，上班之后立刻通知财法，着手办这件事。哎，外公，别推辞了，快30的人了，要成家立业了。外公送你一份产业，这跟你妈妈没关系，是我的决定。回去吧，聂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回吧，回吧。告诉博凯，我再给他一次机会。苏州的数据中心项目交给邢杰来负责，他要是再做不好，就不用来见我了。
给你买的咖啡。怎么样？突然叫你过去干嘛？外公把双眼的股份给我了。啊？我知道了，你拖一拖，不着急办。喂，聂成远，你这就没意思了。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感情是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故意避开的。你说什么？我女儿，西光？她去参加寿宴了。嘿，哈，这倒有意思了。你女儿来寿宴，你真不知道？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得不得了，把邢杰的风头都抢走了。谁不说聂成远的独生女看上了盛家的外孙？哎，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但是远程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我不知道他过去，我刚知道他们谈恋爱，还是你跟我说的。林雨生去了苏州，我才开始查的。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哎呦，这么一回想，搞了半天，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嗨，我说怎么突然自请去的苏州？行，算他有本事。哎，你这奋斗了半辈子，到底是便宜了别人？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还没死呢。再说，小孩子谈恋爱，哪里做得了数？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我那外甥什么心机，什么手腕，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再加上那张脸，保管把你的宝贝女儿哄得服服帖帖的，你就等着做县城的老丈人吧。行了，我自己家的事我会管。你打过来就是这个啊？还有双眼的事儿。前几天你不是跟我提琢磨一起把厂子卖了？对，上周我碰到一个硅料生产商，他对双眼很有兴趣。欧洲那边的政策越来越严苛了，海外市场是彻底没了。不如趁有人接盘进攻出手，毕竟我们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哎，现在不成了。不知道我那外甥怎么哄的老爷子，老头子突然宣布把苏州厂子的股份全都转给他。这事情在我们集团内部已经递到了财阀那边，看样子是铁板钉钉了。除非什么？除非你拦一手，股份转让要半数股东同意，你不同意，老爷子也没法绕过你。我话就到这儿，你自己琢磨着办。还有一个事情，丰腾要在苏州建一个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你打算参与吗？对我们来说，可做可不做。怎么，盛远要做？邢杰负责这个项目，不过到底他年轻没有经验，我想请你连同几个老朋友一起出面，给他保驾护航。你希望我怎么个帮法？也不用太麻烦，你随便拉个团队，陪他一起试试水。等他中了标，咱们利益共享。包凯总，围标是犯法的。哎，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邢杰是小辈，你这做长辈的帮小辈探探路怎么了？于情于理都很合适，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回头你南京那个项目许可证的事情，我也找人帮你把脉。再说吧，头疼，先挂了。陈远，跟谁打电话呢？不是让你好好休息，不要劳神吗？你说我的轻巧，我不劳神，谁来赚钱？你来啊！别大把花钱住别墅，说这种轻巧话，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啊，跟个小宝宝似的，生病了就爱乱发脾气，长不大。
是不是还疼啊？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不用了，比昨天好多了。你那个香以后别烧了，多半是你那个香不知道含了什么化学物质，烧得我头疼。好好好，你最大，我马上就把香坛移走，别生气了。还有，念远的事情，我骂了他好几天了，他知道错了，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不过，念远跟你一起出去过，肯定有人想通过他靠近你啊，谁不想沾沾你的气运呀？我以后啊，让他多留一个心眼儿，那种人啊，绝对要离得远远的。我在想事情，你出去吧。好好，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去看看汤包好了没有。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昨天下的雨停了吧，今天暖阳正浓，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想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享受住你温柔笑容。过了阻碍重重，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只似你也似我。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